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，让我为大家说个小故事。散花天女上集，第1章病重。西安城外，春雨淅沥，乐仲跪在母亲床前，看着母亲蜡黄的脸色，心如刀绞。母亲这场病来得突然，从秋天的偶感风寒，到冬日的缠绵不愈，再到如今春雨时节的病重不起。20年来，母亲如素念佛，身体一向康健，谁知这次病来如山倒。乐家祖上经商，到了乐仲父亲这一代，家道小康。只是父亲早逝，留下年轻的母亲和襁褓中的乐仲。母亲从此皈依佛门，在家修行。从此她每日清晨必在佛前跪拜，念经声从不间断。这些年来，她清心寡欲，身体反倒比从前更好，只是这次不知为何病势来得凶猛。娘，您再喝点粥吧。乐仲端起碗，小心翼翼地凑到母亲唇边。母亲微微摇头，眼中满是倦意。她信佛20载，乐仲看在眼里，既敬佩又心疼。小时候，他也曾偷偷劝母亲吃点鸡蛋鱼肉，总被母亲温柔地拒绝。仲儿，佛祖教我们慈悲为怀，怎能为了口腹之欲伤害生灵？夜深了，乐仲守在母亲床边，不敢合眼。忽然听见母亲在梦中一语：“肉，我想吃肉。”乐仲心头一震，母亲信佛如此虔诚，怎会在梦中说出这样的话？他俯身细听，只见母亲眉头紧蹙，嘴唇翕动，仿佛在与什么做着痛苦的挣扎。乐仲轻唤：“娘，您醒醒。”母亲悠悠睁眼，眼中竟有一丝渴望。仲儿，娘想吃点肉了。乐仲怔了许久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娘，您不是一向。”娘知道。母亲苦笑，可是娘快要死了，临死前就想尝一尝。仲儿，娘吃素20年了，好怀念从前的味道啊。乐仲的眼泪瞬间涌出，母亲临终前这点小小的愿望，他怎能不满足？可这深更半夜的，上哪里去弄肉？街上的肉铺早就关门了。乐仲来回踱步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时间一刻一刻过去，母亲的气息越来越弱。忽然，乐仲停下脚步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然。他悄悄走到厨房，取了一把锋利的菜刀。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刀刃上，寒光闪闪。乐仲咬紧牙关，卷起左腿的裤管，闭上眼睛，狠狠一刀切下。钻心的疼痛让他差点晕过去，鲜血染红了地面，可他顾不得包扎，忍着剧痛将那块肉洗净，小心地炖煮起来。肉香渐渐飘散，乐仲忍着眩晕，端着碗一步一步挪回母亲房中。娘，肉好了。母亲闻到香味，眼中竟有了一丝光彩。乐仲一勺一勺地喂着，看着母亲满足的神情，手微微颤抖。好香啊！母亲喃喃自语：“这是什么肉？怎么这么香？”是猪肉。乐仲不敢说实话。母亲吃了几口，精神竟好了不少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她忽然停下，眼中满是懊悔：“仲儿，娘破戒了。”娘，您别这样想。乐仲急忙安慰：“佛祖慈悲，一定能理解您的。”可母亲摇摇头，从此再不肯进食。她就这样固执地饿着自己，3天后安详地去了。乐仲趴在母亲灵前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悔恨如潮水般涌来，都是因为自己的肉，才让母亲破戒，才让母亲带着愧疚离世。他疯了一般扑向厨房，抓起那把菜刀，对着右腿又是一刀。这一刀比上次更深，几乎见到了白骨。家人闻声赶来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按住了他。养伤的那些日子里，乐仲整日对着母亲的灵位发呆。母亲一生虔诚，每日清晨必先在佛前跪拜1个时辰，念经声从不间断。可最终还是在痛苦中离世，临终前还要承受破戒的心理煎熬。想到这些，乐仲心中的悲伤和愤怒如潮水般涌上。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？为什么虔诚的人反而要承受更多痛苦？他只想把一切都毁掉，把那些勾起痛苦回忆的东西全部烧个干净。
等伤好之后，乐仲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。他点燃了一把火，走到母亲生前朝夕礼拜的佛堂门前，把火把投向了佛堂。佛堂瞬间燃起熊熊大火，火光冲天，邻里皆惊。乐仲疯了，竟敢烧佛堂，这是要遭天谴的。可乐仲不管不顾，看着整座佛堂在火中化为灰烬，心中的愤怒得到了发泄。母亲去了，他要把这些都烧掉，让自己的心也跟着一起烧个干净。佛堂烧尽后，乐仲在原址上重新搭建了一间简朴的小屋，恭恭敬敬立了一个木牌位，上书“慈母乐氏之灵位”。从此，他每日朝夕上香，逢年过节必先祭母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就端一壶酒，坐在母亲灵前，一杯敬母亲，一杯自饮，醉了就对着灵位哭诉心中的思念与懊悔。邻里渐渐传开了，都说乐仲因为母亲的死受了刺激，变得有些疯癫。可乐仲不在乎，他只知道这样做心里会好受一些，仿佛母亲还在身边听他说话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乐仲沉浸在对母亲的怀念中，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淡漠。族中长辈说他年岁已到，该成家立业了，便给他说了门亲事。乐仲无心拒绝，勉强成了婚。新婚之夜，红烛高照，妻子羞涩地坐在床沿。乐仲看着她低垂的眉眼，心中并无波澜，只觉得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。洞房花烛本该是人生喜事，可他想起的却是母亲临终前懊悔的模样。妻子温柔地靠近，乐仲机械地应着，心思却飘得很远。第二天醒来，看着身边的妻子，乐仲忽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。昨夜那些肌肤相亲，让他觉得自己变得可憎，说不出的污浊不堪。他暗自思量，男女居士竟是如此粗俗。从那天起，乐仲借口守灵，与妻子分房而居。不久，他对妻子说：“夫人，我天性淡薄，无法给您正常的夫妻生活，您回娘家另寻良配吧。”妻子哭泣，但乐仲去意已决。3天后，妻子含泪离去。从此他独居，除了每日祭母，便是读书写字，倒也清静。只是夜深人静时，会摸着腿上的伤疤发呆。那2道刀痕，一道为救母，一道为忏悔，像2条蜈蚣，在月光下泛着暗红的光。春去秋来，转眼数年，乐仲依旧独身，灵前香火从未断过。第2章朝拜。乐仲独身已有数年，邻里都说他性情大变。以前的乐仲规规矩矩，除了读书就是侍奉母亲，如今却变得古怪起来，常常一个人坐在院中喝酒，醉了就放声大笑，有时又会忽然痛哭。起初乐仲还算正常，可从第2年春天开始，他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变得漠然起来。那日邻居王老三的儿子要娶媳妇，缺钱办酒席，正在门前唉声叹气。乐仲路过，听了几句，二话不说就回家，拿了10两银子给他。王老三感激得直磕头，乐仲摆摆手就走了。消息传开，登门求助的人越来越多，有说家中缺米的，有说孩子要上学的，有说老人要看病的。乐仲来者不拒，能给多少给多少。有人劝他：“乐兄弟，你这样下去，在后的家底也要散尽啊。”乐仲只是笑笑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散了就散了吧。街头那些混混无赖见他好说话，也来打主意。有个叫李赖子的赌徒，输得精光，跑来乐仲面前装可怜：“乐老爷，我家孩子病了，急需5两银子买药，您行行好吧。”乐仲看他一眼，转身进屋，拿了5两银子出来。李赖子接过钱，转身就往赌坊跑。有人看不过去，对乐仲说：“那李赖子骗你呢，他哪有什么孩子？”乐仲淡淡的说：“他要，我就给。至于他拿去做什么，与我何干？”如此过了整整3年，乐家的田地卖了大半，府邸也典当了一角。族中长辈终于坐不住了，轮番跑来苦劝：“仲兄，你这是何苦？先人留下的家业，不能这样败啊！”
乐仲听了，眼中闪过一丝茫然。家业？什么家业？人都要死的，留那些东西做什么？长辈们面面相觑，都说乐仲是真的疯了。这年秋天，乐仲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，两旁是无尽的荒野。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前方有个身影，正是母亲。乐仲大喊着跑过去：娘！母亲回头一笑：仲儿，你来了。娘，您去哪里？我也要跟您去。母亲摇摇头：傻孩子，我在南海等你，你还有事要做，不能现在就来。什么事？你自己会知道的。母亲的身影渐渐模糊，记住要去南海找我。乐仲猛然惊醒，额头满是汗珠。窗外月色如水，母亲的话还在耳边回响。南海，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。母亲要他去南海做什么？第二天一早，乐仲就去打听南海的路程。原来要到南海，路途遥远，起码得走半年，而且路上盗贼横行，一个人去非常危险，最好能结伴而行。正巧邻村有个乡社，每年都要组织信众去南海朝拜。乐仲听说后，立刻跑去报名。乡社的头领叫马老六，是个50多岁的老者，平日里最爱摆弄威风。见乐仲来报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皱起了眉头。乐公子，我们路上要严守戒律，听说你平日里喝酒吃肉，怕是不合适吧？乐仲连忙说：马老爷，我一定严守戒律，绝不给大家添麻烦。马老六摇摇头：你家里还有母亲的灵位要守，怎么能随便离开？这不是不孝吗？我母亲托梦要我去南海，这正是孝心所在。其他社员也在一旁议论，乐仲这人古怪得很，谁知道路上会闹出什么事来？就是啊，咱们是去朝拜的，又不是去游山玩水。乐仲见众人不肯接纳，心中着急，但又不便强求。正要离开，忽然想起家中还有田地可卖，便说：各位，我愿意捐助此次朝拜的开支，只求同行。马老六眼睛一亮：出多少？10亩良田的价钱。众人一听，脸色都变了。10亩良田，那得值多少银子？马老六咳嗽一声：既然乐公子如此虔诚，那就破例收下吧。不过路上必须严守戒律，不得违反。乐仲大喜，当即回家把剩下的田地全部卖掉，凑了100两银子，交给了乡社。出发的日子定在腊月初8。乐仲早早就开始准备，收拾行囊，安排家务。到了出发那天，他对着母亲的灵位磕了3个响头：娘，儿子这就去南海找您，您等着儿子。乡社一行20多人，浩浩荡荡出了西安城。乐仲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跟在队伍最后，心中满怀期待。刚开始还算顺利，大家都按规矩吃斋念佛。走了1个月，路过一个小镇，镇上正在办庙会，热闹非凡。乐仲肚子咕咕直叫，见有卖烧饼的，便上前买了一个，接过来就咬了一口。正吃着，忽然尝到一股熟悉的味道。乐仲一愣，这是肉味。他赶紧停下，掰开烧饼一看，里面竟夹着肉丝。这时马老六走了过来，见他手里拿着掰开的烧饼，脸色顿时变了。乐公子，你吃的什么？乐仲心慌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我不知道里面有肉。马老六凑近一看，气得脸都绿了：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破戒了。其他社员围过来，见乐仲手里的烧饼夹着肉，都指指点点。乐仲误食有肉的烧饼会有什么后果？这个为救母亲而自残双腿的孝子，能否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到底？而他又会在旅途中遇见什么奇遇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散花天女下回与你再相见。